洛哥，北非大陆的明珠，北进西班牙，东靠撒哈拉。2016年对中国免签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条自由行路线，包括了我最喜欢的城市马拉克什和撒哈拉沙漠游。今天的视频里你会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，我俩总共在那里待了9天8夜。这次旅行分为3个大环节，在马拉克什探索3天，去撒哈拉沙漠来回3天，再回到马拉克什晃荡了3天。从多伦多到马拉克什，途中我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转机。刚抵达马拉克什，你会立刻感受到空气里的干燥和炎热。我们入住的第一家酒店是一家传统的 Riad。Riad 一词是花园，但它通常指的是围绕中央庭院建造的房子。我们住的这家民宿呢，就在老城内，屋里屋外贴满了瓷砖，非常有当地的特色。稍事休息后，我们去了最主要景点不眠广场、德基玛广场。这里有耍蛇的、耍猴的、魔术师、讲故事的人，还有半美元的鲜榨橘子汁。随着夜幕降临，广场变得更加热闹，几十个摊位摆放出来，供应塔吉锅、couscous、烤肉串。在这里用餐绝对是一种独特的体验。早上好，马拉克什，醒来后就是丰盛早餐的幸福。今天我们参观了2个地方，都位于老城内，步行即可到达。一个小绿洲隐藏在老城的迷宫里。这是一座修复后的19世纪宫殿，带有郁郁葱葱的花园。爬上大约4层高的塔楼，你可以俯瞰老城。这是老城最高的地方，也是皇家士兵曾经驻扎的地方。这里有咖啡厅，可以逃离炎热午后。接下来我们参观了马拉克什博物馆，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，展览了历史艺术品和当代艺术。第3天一大早，我们坐上了马车，在游览街景的同时，也被送到了巴西亚宫。这是一座19世纪晚期的宫殿，内有迷宫般的庭院，是以彩色瓷砖、木雕和彩色玻璃窗，细节之处令人叹为观止。在参观完巴西亚宫后，我们又搭乘马车返回。如果你想伸伸腿，从巴西亚宫返回到不眠广场，步行只需要走10分钟。回到老城后，我们在深巷子里的小铺子走走逛逛。晚上，在不眠广场附近的一家餐馆，我们享用了美食，并且欣赏了美丽的肚皮舞。第4天一大早，我们被导游接走，开始前往撒哈拉的公路之旅。这一整天基本上都在欣赏沿途风景，或者在车上睡觉。摩洛哥的地貌有起伏，有小山，有绿洲，行程中有一段蜿蜒的山路，非常弯曲，必须停下来欣赏一下。这一天，我们穿越了无数镇子和村子，也停了几个漂亮的景点。我还在停车时购买了一块美丽的摩洛哥地毯。在傍晚时，我们抵达了一个城市。第5天早上，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城镇醒来，漫长的车程继续着，我们看到的绿树越来越少，而半戈壁滩和偶尔出现的野生骆驼越来越多。在晚些时候，我们终于抵达了撒哈拉沙漠的边缘，并见到了我们的骆驼朋友们。在这里我们与其他私人团队会合，组成了一个由9只骆驼组成的队伍，开始在撒哈拉沙漠前行。
那天多云，我们满心期待的沙漠日落在最后1分钟出现了，让我们倍感幸福。骑骆驼颠了2个小时后，我们终于抵达了沙漠中的营地，享用了传统晚餐，并观看了一场表演。第6天从凌晨4点开始，我们早早出发，为赶上沙漠的日出。走出沙漠后，一整天都在赶路返回马拉喀什。回程路上又有一个景点，也是《权力游戏》的拍摄地——艾特本哈杜村庄。这是一片由战略性防御设施保护的房屋，是传统的前撒哈拉人居住地。第7天回到马拉喀什后，我们入住了另外一家 Riad。这家甜美的民宿设有一个带游泳池的中庭，装饰非常清新，还带有一些非洲元素。今天我们轻松一下，先去做了一个按摩，然后下午我们参观了巴迪皇宫。建于17世纪，尽管宫殿的大部分已经破败，但建筑物仍然保持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完整性。从巨大的城墙到泳池、下沉花园，很容易想象它在那个时代的辉煌。晚餐，我们在深巷子里找了一家有情调的餐厅，享受一下这个异国风情的环境。第8天是我们在摩洛哥最后完整的一天，我们进行了1日游，去了3个小时车程的港口城市艾萨维拉。艾萨维拉是一个保存完好的防御型海港城镇，在港口你可以找到大量蓝色的木质渔船，漫步穿过鱼市，观看渔民卸下他们当天的收获，讲一个价买些新鲜的鱼，然后在地摊烤一下。那印象真是深刻。这座古老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。这个城市为你提供一个摆脱马拉喀什混乱的清新去处，它是轻松悠闲的，让你随时随地想唱歌。第9天是在马拉喀什的最后一天，根据你的航班时间，如果有时间，你可以加入一些更自由的活动。大文可以向你保证每次拜访这个城市，你都会有一个新的角落可以探索，这就是马拉喀什的魅力。